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央视炽热追剧体验，连追4集。被大龄学生黄晓明打碎幻想。央视炽热追剧体验，连追4集，被大龄学生黄晓明打碎幻想。黄晓明和他的队员在备受瞩目的中餐厅吧中进行了一次法国菜的探险之行。同时，黄晓明领衔的《红高粱》已经在央视播出。这部电视剧讲述的是一个初创时期，讲述了主角怎样穿越时间的洪流，从而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然而，在虞书欣的戏里，黄晓明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冷酷和英俊，与《红高粱》里的形象截然不同。一开头，他饰演的是一个成功人士，开着豪华轿车，戴着一副眼镜，一张略显油腻的脸，看起来有点俗。而在这个过程中，黄晓明再次回归霸道总裁的形象，就像是重新进入了自己的演技圈一样。可惜，虽然在央视开播，这部戏还是有很多问题，让很多人无法接受，以至于想要退出。影片以王鸥扮演的黄林熙为开端，因涉嫌偷运机器人被捕入狱，而其老公黄晓明饰演的张海潮正在国内四处奔走，为其筹的250万以求将其赎出。而黄晓明则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己的演出当中，从他的眼神里流露出的那份害怕与哀求，还有那滴落下来的眼泪，无一不透露着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情感。在戏里，张海超不顾警卫人员的阻挠，去找他弟弟阿涛，想要获得最大的荣誉。当阿图首次亮相时，他穿着一身金光闪闪的睡袍，搭配一条豹皮短裤，再加上一条大金链，简直就是一位黑道大佬。不过，阿托家这个蛮不讲理的家伙，为了显示自己的绅士风度，竟然不声不响地把130万给了张海潮。张潮熙把剩余的钱交给了他最好的朋友李东升。李东升假装没看见，而张海潮则将脑袋从窗户里伸了出来，瞪着眼睛看着他，那种幼稚而又固执的样子，令人忍不住想笑。两个看上去很有实力的公司巨人，却在借贷的进程中乐此不疲，这样的对比令人不禁莞尔。一次冲撞，差点把他的眼珠给砸出来，张海潮威胁要把他的手臂砸断。狠毒哥这一角色演得活灵活现。为保持中国领先的半导体公司的信誉，公司高层及华侨纷纷捐款100万给张潮熙。随着资金的涌入，黄林喜迅速被免职，双方都在想着怎么把恒通的股票炒高。他的助手们提议和张海潮解除婚姻关系，黄林熙则想办法用绯闻把自己和张海潮以及公司的关系撇清，以此来分散人们对他的关注。就算是张海潮，也在为黄林熙的安全着想，抛下庞统不管。不过，董事们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都认为张海涛是最合适的人选，不想让他陷入感情与感情的纠缠中。这一争论既有戏剧色彩，也有感情上的考量。张海潮被秦观这么一说，顿时就有些不好意思了。他缩在了自己的小床铺的角落里，做出一脸可怜的表情。不过，黄晓明健壮的身材给这个镜头增添了几分幽默，给这个悲惨的场面增添了几分趣味，同时也引起了观众对他悲惨处境的一种怜悯。在不能逃避的真实困境中，观者跟随住黄林熙的思路，回溯至1997年，他第一次见到张海潮。张海潮在清华园专心研发全球定位系统晶片，黄林熙建议他卖一副美瞳。张海潮在清华读书时，经常被志趣相投的朋友所包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看上去诡计多端的贩卖女黄灵喜，竟然和这些人混得很好。张海潮和美国伯克利大学进行全球定位系统比赛，黄灵熙积极认识到对方的力量。尽管两个人聊得很开心，但是黄子韬却很聪明地欺骗了林夕，给清华的队伍制造了麻烦。这一招显然是清华输掉比赛的一个因素。随着张海潮佩戴美瞳出现在舞台上，台下的听众们仿佛早就料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果然，这场游戏的剧情还是很糟糕，因为戴上了一副隐形眼镜，这让这场游戏的进度变得非常缓慢。但是，在没有了美瞳的遮挡后，黄晓明露出了自己真实的一面，那副疲倦的模样让他显得更加的沧桑，完全没有了昔日的大学校园模样。张海潮住院时，班上的学生都站出来了，凭什么黄灵熙一个人就把这份荣耀给抢走了？这一幕让人看得一头雾水，就像是在忽悠人一样。到了医院，医生郝美的眼神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这是不是夸得有点过分了？说实话，我都替黄晓明捏了一把冷汗，这次的海外高考就是被这次的美瞳事件给搞砸了。因为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好回答的了。张海潮等人的脚步因为车祸而显得越来越不和谐。让人无法相信的是，作为始作俑者的黄灵喜居然又和张海潮见面了，而且他还问了张海潮一句：“你还是不是很不高兴？”小说中的女主角对自己的个性的刻画实在是太精彩了，以至于她在面对诸如海外求学、考研这样的重大问题上毫无自省之心。张海潮不能怪他，那就说明他的性格很好，但他却故意挑事，把事情弄得这么复杂，简直就是一把好手。更令人惊奇的是，这场戏里居然还有吻戏。1997年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时期，黄灵喜显然是遇到了张海潮，并且有了一些相似的经验，所以才会把张海潮当成了一只被猎杀的动物，一次又一次的猎杀。但两人的爱好与价值完全不同，张海潮为就业问题发愁，黄灵喜则满不在乎地说：“没有就没有了。”这说明两人的人生观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夏林熙的坦白却好像让张海潮吃了大亏，还跌入水中扭到了自己的脖颈，真是让人感觉夏林熙简直就是自己的灾星，稍微沾上一点就要出大事。很多人都不明白张海潮是怎么跟黄灵喜这种骗子混在一起的。他所提供的数据正好与此正好相反，林赛现在卖假货、做假广告，这表明他毫无目的可言。这样的举动对他今后的事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每个人的个性决定都会对他的事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黄晓明、王鸥以及其他几个故意扮嫩的人，更是让人无可奈何。让小鲜肉去演10几岁的小鲜肉还能接受，但是那些老戏骨们，一个个顶着一头浓密的穗子，还非要扮小鲜肉，那就是笑话了。红色狂热最大的问题莫过于演员们过于自负，尽管故事情节并不完美，但是偶然的几个搞笑镜头也足以让人笑掉大牙。这部以企业家为题材的剧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体现了当时的特点。你会留意这个红色的球队吗？我们非常希望听到你的意见，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意见。